美国两党140多名跨党派国会议员日前强烈呼吁美国政府立即恢复并扩大对中国商品的关税排除程序，因为这些关税正在损害美国公司和工人，这反映了美国民众和商界强烈希望与中国缓和经贸关系的信号。实际上，不仅在经贸领域，中美在抗击疫情、重启经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等全球性挑战面前，除了团结合作，别无选择。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五在华盛顿呼吁，中美双方应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为世界注入期盼已久的稳定性和确定性。美方针对中方高新技术领域的打压围堵，近来动作不断，损招迭出。周六，中国商务部发言人就美国务院以所谓参与导弹技术扩散活动为由，对中国航天科技集团1院、中国航天科技工业集团4院及保利科技公司等3家中国企业和下属研究机构实施制裁发表谈话，猛批美方以莫须有理由肆意打压制裁中国企业，严重损害双方企业利益，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发言人敦促美方立即纠正错误做法，中方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中国企业合法权益。前一天，外交部发言人也要求美方立即撤销有关制裁决定，停止打压中国企业和对华污蔑抹黑，中方将保留采取进一步措施的权利。近期，美国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多次突破100万例，因而受各国防疫政策的影响，美国被取消的航班数量激增。中国民航局也多次向多个中外航班发出熔断指令。面对大规模航班取消，美国政府并未反思防疫不严问题，而是扬言采取回应措施。美国交通部周五宣布，将暂停4家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44趟美国赴华航班，以回应中国因疫情担忧而暂停部分美国航空公司航班飞往中国的决定。对此，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回应表示，美方此举非常不合理，我们敦促美方停止干扰和限制中国航司的正常客运航班。在谋求解决自身困境时，把中国列为竞争对手以寻求共识的做法，似乎已经成为拜登政府的通用做法。在拜登政府寻求提振国内芯片生产之际，美国民主党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周五宣称，众议院即将提出一项议案，以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并增加联邦政府在半导体产业方面的支出。他表示，众议院一揽子立法方案已经非常接近准备就绪。这一法案被称之为芯片法案，于去年6月在参议院以69票比32票的明显优势通过，但此后在众议院受阻。芯片法案旨在全球芯片短缺的背景下，为半导体行业提供近520亿美元的拨款和激励措施，获得了美国总统拜登在内的2党支持。目前，美国半导体产量占全球的12%，低于1990年的37%。中国的掌握的技术和实际的高精度芯片生产能力还是非常有限。中国正在做自己努力，美国所做的就是绝对在这个高科技领域和其他高科技领域绝对脱钩。脱钩以后，中国不得不自主主要是自主进行技术创新。美国推出芯片法案打的另一个旗号是供应链安全。实际上，正是有了中美贸易的密切往来，美国供应链安全才有了保障。2021年，中国对美贸易额同比增长近3成，达到7556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这一数据凸显了中美贸易领域的紧密依存。观察中国对美国出口产品中，口罩、防护服、呼吸机等医疗设备占了大头，电脑、手机、玩具类产品也增势良好。这些产品的出口增长既有美国抗疫的需求，也有美国消费复苏的原因，更是疫情下两国经济相互依存的体现。而眼下，美国正面临着新冠肺炎疫情所导致供给瓶颈和供需缺口，加上美国为阻止经济衰退出台的经济救助和刺激计划，致使消费者价格指数连续19个月上涨，通货膨胀率创40年新高。作为通货膨胀的重要晴雨表，美国的居民消费者价格指数在去年12月增长了7%，这是自1982年以来的最快增速。而在美国通胀的原因中，美国对华加征的关税无疑也是重要组成部分。据穆迪分析公司测算，美国对华加征关税的超90%都由美国企业和家庭承担，高额的关税也给美国的通胀火上浇油。美国财政部长耶伦曾指出，美国消费市场无法放弃来自中国的商品，增长的商品成本只能由美国消费。美国总统拜登周4上任满1周年，他周3在白宫召开新闻发布会，
谈到中美贸易协议问题时，拜登表示，美国现在取消针对中国商品加征的关税还为时过早。不过，已经有很多美国商家甚至议员等不及了。一个由140多名美国国会议员组成的跨党派团体周四致信美国贸易代表戴琪，敦促扩大对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豁免范围。外界认为，这释放了美国民众及商界强烈的希望与中国缓和经贸关系的信号。美国国会众议员在给戴琪的联名信中称，依据301条款，对中国输美商品加征的关税对美国企业造成了打击。这些关税成本的增加正在削弱美国制造业工人的竞争力，他们现在的投入比外国竞争对手更昂贵。可悲的是，301条款中的关税已经深深地影响了美国的制造业、农业、渔业、零售、能源、技术和服务行业的企业。美国国会一般来说在涉华议案上是压倒性的反华的。那么某些美国企业这个有联系的这个美国议员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出比较积极态度，跟美国国会目前总的对华态度来说，这是一个暂时的一个局部并不能认为这些议员就真关心中美关系良好的全局。美国贸易代表戴琪去年10月曾表示，将启动一项关税豁免程序，允许美国企业申请豁免共549个类别的中国输美商品的加征关税。这些商品包括工业零部件、恒温器、医疗用品、自行车和纺织品。但美议员们认为，截至目前，该程序重新审议并征求公众意见的中国输美商品类别仅占提出豁免申请的1%，范围过于狭窄。虽然出于解决通胀的角度，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有利于拜登执政，但此时取消对中国商品加征关税，拜登政府又担心共和党强硬派会揪住这一点，炒作他们对华软弱，使拜登在美国国内保守的氛围中处于被动。于是，拜登只得选择了拖延这一招。因为到底什么范围取决于美国企业界和美国商界的申请，大概在继续对中国的关税战。同时，会有相当部分的中国这个对美出口商品会被豁免不再征高关税。也因此呢，如果这点实现，那么中美贸易战会有局部的但是重大的显著的缓解。贸易战还在，但是呢打了一个相当的折扣。到底这个折扣有多大，什么时候打这个还是一个悬案。今年是中远集团开通波士顿航线20周年。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周五在中国驻美大使馆接受马萨诸塞州港务局和北美国际码头工人协会颁赠的致谢名牌和纪念夹克。他在答谢致辞时表示，当前在抗击疫情、重启经济、稳定产业链供应链、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挑战面前，中美除了团结合作别无选择。这也是国际社会的共同期盼。中美双方应当重拾融冰初心，落实两国元首共识，遵循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原则，推动双边关系重回正轨，也为世界注入期盼已久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去年1月，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华人教授陈刚因涉嫌所谓隐瞒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关系而被逮捕。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他的犯罪指控。对于这一结果，《纽约时报》称，这意味着特朗普时期推出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遭遇严重挫折。也有美国媒体报道称，这一计划或将被取消。当地时间周四，美国司法部向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申请撤销控罪，称检视新证据后，认为难以在审讯中成功举证。撤销控罪符合司法公义，这一申请随即得到法官批准。His connections, not all of which were directly compensated, imply, if the allegations in the complaint are true, that this was more about a personal affiliation with China than it was about dollars. 对于这一结果，辩方律师称证明了陈刚的清白，而当事人陈刚在声明中用恐怖的1年形容他经历的这场无妄之灾。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夫表示，迫切希望并欢迎陈刚回到学校继续工作。此案给后者及其家人带来的负担超出了想象。
陈刚案件在美国受到极大关注。《纽约时报》形容美国司法部的决定对实施近3年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可谓是一个重大挫折。报道还引述美司法多位官员的话称，最近几个月，美司法部已经撤销了7宗针对研究人员的案件，未来数周也不会再将其他有关案件纳入所谓中国行动计划中处理。这就意味着该计划将被正式取消。事实上，早在陈刚案之前，被称为是中国行动计划首案被告的美国田纳西大学的华裔教授胡安民，已经于去年9月被宣判无罪。我觉得这不仅是这个中国行动计划的一个失败，更是美国政府的一个挫败。美国政府本身，它在这个过程中实际上是饱受批评和质疑的，包括说它这个煽动种族的仇恨，包括说它这个滥用司法的权利。因此，在我看来呢，拜登政府可能在经历这次挫败之后，他会重新思考，这个计划它本身，有没有继续推行下去的这样一个意义和价值。出于全面遏制、打压中国的图谋，美方近年来不断给中美正常人文和科技交流使绊子。2018年由特朗普政府启动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就是这一背景下的产物。该计划打着阻止窃取科研成果、防范经济间谍的幌子，要求美国94个地区的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1至2起针对中国的诉讼。针对在美华裔科学家和与中国有合作关系的科研人员进行系统性调查。据麻省理工学院技术评论上月统计，中国行动计划已涉及77个案例，148人受到指控，其中近90%是华裔。资料显示，陈刚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目前担任麻省理工学院帕帕拉多微纳米工程实验室主任和固态太阳能热能转换中心主任。大约从2013年开始，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已经获得了美国联邦机构授予的1900多万美元的资助。然而，在去年1月14号，也就是特朗普在任的最后一周，陈刚在位于马萨诸塞州的家中被捕，美方指控其涉嫌欺诈，包括2017年向美国能源部申请270万美元拨款时，隐瞒自己与中国政府机构的关系，没有透露自己是中国政府的海外专家，以及没有申报一个有1万多美元的内地银行户口。对于这些指控，陈刚予以否认。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称，中国行动计划在过去3年几无所获。美国联邦调查局对学术机构或拨款机构提起12项起诉，没有一项涉及间谍指控。有分析指出，这些事实有力证明，所谓中国行动计划的实质不过是对华遏制打压的拙劣工具。美反华势力把中国当成假想敌，滥用国家安全概念，企图利用司法工具大搞政治化、意识形态化和有罪推定，进一步破坏中美正常交流合作局面。实际上呢，它是要展开针对这个华裔科学家以及跟中国有联系的这个在美境内的科学家的一个系统性的调查。在他们看来，只要是切断这种交流，实际上就可以有效地制约中国政府。他在最近这几年对美国科技形成的一种赶超的态势。但我们现在看来呢，这种逻辑也好，这种假设也好，是存在很大程度的问题的。值得注意的是，自被捕以来，陈刚一直是带薪休假，并得到了校方力挺。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夫在一份公开信中表示，该校与中国伙伴高校的合作与经费往来，并非陈刚的个人行为，而是校方行为。学校上百名教职员工签署公开信，表达对陈刚的声援。与此同时，随着这一事件的发酵，中国行动计划遭到越来越多的批评。全美各大学近2000名学者联名致函美国司法部长加兰，称该计划存在根本缺陷，并且在许多层面上存在严重问题。美国亚太裔正义组织表示，如果没有开放的技术交流和国际合作，美国的科学技术只会受到消极的影响，并且会导致人才流失。美国大西洋月刊近日发文指出，该计划营造一种扼杀合法科学合作的恐怖氛围，导致部分美国华裔科学家在与中方合作时有所顾虑，由此减少与中国同行的接触，并关闭联合项目。彭博社则援引维权组织的数据称，该计划反映了美国针对亚裔族群的种族偏见不断加剧，正是这种偏见导致近2年针对亚裔美国人的暴力事件急剧增加。美国之所以在过去能够成为全球范围内当之无愧的一个科技研发大国，其本质原因是因为它具有一个相对开放和包容的科研体系，
能够吸引全球范围内的优秀的科研人才到美国从事这种科研的工作。众所周知，这个华裔的科学家是美国科研体系中的一个生力军，具有非常强大的科研能力。从短期看来呢，这实际上会严重制约美国的一个科研能力，造成这个大部分的华裔科学家流失。有分析指出，中国行动计划是特朗普政府对华战略的组成部分，意在破坏中美之间高新科技交流，阻碍中国高科技领域的快速发展，进而达成减缓甚至破坏中国整体发展进程的目标。拜登政府上台之后，虽然在对外政策上有所调整，但延续了前任对华政策中极具敌意的相关要素，甚至态度有所强化。但不同于特朗普的大张旗鼓不计成本，拜登在推动这一计划的过程中表现得相对低调，发布所谓案件信息的频率有所降低。这一方面是因为拜登政府意识到该计划可能影响其推进美国国内族裔平等，另一方面则是基于拜登政府内部对华脱钩代价的评估。但总体来看，拜登政府借中国行动计划继续遏制打压中国的大方向没有改变。这个计划它对中美关系还是产生了一定程度的负面影响的。实际上，科技合作一直是中美之间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发展点，在过去都对推动中美关系或者说是缓解中美关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在中国行动计划的这样一种影响下，实际上美国许多的科研院所和高校在开展涉及华裔学者的这种研究的时候，都会有所保留，甚至形成了一种寒蝉效应。相关话题来连线特约评论员张思南。张先生你好。才以所谓导弹扩散为名，对3家中企实施制裁。美方又宣布将自1月30日起暂停由中国航空公司运营的44班次美国赴华航班。那么对此您有何观察？主持人好，美国交通部此次取消中国航班，并非是基于某种疫情考虑，而是对于中国航空运输市场的又一轮经济敲诈。背后的逻辑既野蛮又无耻，可谓是无情无耻又无理取闹。自美国疫情失控以来，全美航空公司业务逐渐枯竭。2020年全年收益1300亿美元，相较于疫情前2019年的2480亿美元，几近腰斩，不得不靠政府补贴维持生计。目前还看不到2021年的全年数据，但相信只会更惨，因为光年底的圣诞假期期间，美国就取消了境内外航班约1700个。很自然的，国际市场，尤其是体量巨大的中国市场，成为了美国航空公司所剩无几的回血关键。但怎奈美国方面的疫情防控实在是不争气。据中国民航局数据，仅2021年12月20日至2022年1月12日，短短24天内，达美、美航、美联航3家美国航空公司就向中国输入了153例确诊，而中国民航局也依规熔断了44班染疫的美方赴华航班。对于想借国际航运回血的美国航空公司而言，无疑是当头一棒。就此，美国交通部1月21日发布文件宣称，中方的熔断政策有违公众利益，应予以对等反制。不难看出，美方所谓的公众利益就是美国航空公司的经济利益，而所谓对等反制，则是以中国航空公司的经济利益为筹码，要挟中国政府取消对美国染疫航班的熔断，进一步扩大美国对华航运，乃至是让美国的航班豁免于中方的疫情熔断政策。事实上，这也不是美国第一次以这种方式敲诈中国航运市场了。2020年6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就曾以禁飞所有中国载客航班为威胁，要求全面恢复美国对华航运。但不要忘了，疫情爆发之初，却是美国首先停飞了所有中国客运航班，并将中国宣布为疫区，禁止所有14天内曾到过中国的非美国公民入境。一路走来，美国要停飞就停飞，要复飞就复飞，中国只不过是有条件熔断染疫航班，美国就要予以报复。不得不说，从2020年的特朗普到现如今的拜登，美国优先的霸权主义嘴脸一丁点都没有变。美国司法部撤销了对麻省理工学院华人教授陈刚的犯罪指控，您对此如何看待？这是否是美方在向中方释出的某种善意？那么，拜登政府会取消臭名昭著的所谓“中国行动计划”吗？这是个好问题。首先，我认为撤销陈刚案算不上某种善意。美国司法部撤销对陈刚的指控，被美媒普遍解读为
避免陈刚案在美国社会演化为某种不欢迎中国人的歧视，导致华裔人才，尤其是科技精英的流失。这完全是基于某种功利主义的考量，而不是认为陈刚案本身。我们没必要通过陈刚案这一个点去解读美国的对华态度。一段时间以来，美国在中国政策上可谓是反复横跳。就这几天而言，一边是撤销陈刚案以及140多名国会议员集体要求扩大对中国商品的关税豁免，另一边则是美国宣布停飞中国航班，以及国会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老太太要求提高对华竞争力。这种美国对华政策的左右摇摆，看似是一种不确定性，但我认为实际上体现了2点：一是美国在优化自身的对华工具包，美国的对华政策正在向更为务实的策略转变。正如拜登所言，美国会在可以合作的地方与中国合作，在必须竞争的地方与中国竞争。无论是合作还是竞争，与其说是分别代表2种态度，不如说是共同服务于美国的整体利益。这是为什么我们能看到美国可以在此前的孟晚舟事件、现如今的陈刚案以及两国间经贸问题上表现出相对开明的一面，但在台海问题、南海问题等关乎中国核心利益的关键议题上，美国从来都是蹬鼻子上脸。二是对于中国而言，我们不应该过于乐观地看待美国所谓的善意，也不应该过于悲观地看待美国所谓的恶意。无论是竞争还是合作，美国对华政策的目的最终指向的是服务于自身利益。但与中国全面交恶是否就符合美国的利益，我不知道。但就美国务实的对华政策而言，我相信美国在这方面必然也是持保留意见的。因此，我们与其按照善意、恶意这样的2分法去理解美国的对华政策，不如将其理解为一种试探。美国正在不断试探两国间的边界，以此来为自己求得一个最大利益的结果。就像佩洛西老太太宣称要提高对华竞争力，她难道只是在纯粹表达一种恶意吗？不，我认为她也在等待中国的回应，并以此做出进一步行动的判断。我记得我在去年9月孟晚舟归国当晚的评论上曾指出，中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捍卫自身的利益，但更要有足够的智慧和战略定力去看到并实践一个中美间非零和博弈的未来。这个过程必然艰辛，但我相信总有一天，总有一种方式，中国会让美国相信太平洋足够宽广，足以容得下2个大国。好的，谢谢张先生在线与我们分享您的观点。谢谢。东京时间周5深夜，美国总统拜登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线上会晤。这是岸田去年10月上任后，美日首次正式举行领导人会谈。此次会谈，美日再拿中国说事，在东海、南海议题上无端指责中国，还煞有介事强调所谓台海和平稳定的重要性。针对美日领导人视频会晤恶意操弄涉华议题，中国驻日使馆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拜登与岸田文雄的这场视频会晤持续约80分钟。岸田会後承认，双方花了大量时间谈了涉華議題。東シナ海、南シナ海、香港、新疆ウイグルを含む中国をめぐる諸課題や北朝鮮の核・ミサイル問題について日米の緊密な連携で一致する。会后，白宫发布的声明声称，美日在共同目标上团结一致，大谈维持和强化对区域的承诺。声明还老调重弹，恶意干涉中国内政，谈及台湾、新疆、香港、钓鱼岛、东海、南海等问题。声称所谓反对中国企图改变东海和南海现状，还妄议台海，称台海和平稳定与和平解决两岸问题十分重要云云。拜登在会谈中还明确表示，规定美国对日防卫义务的日美安保条约第5条适用于钓鱼岛，也就是如果任何一方受到武力攻击，采取行动应对共同的危险。深圳卫视注意到，去年以来，美日每一次会谈都必谈中国。去年4月中旬，时任日本首相菅义伟访美，与拜登举行会晤。按照媒体的说法，几乎全程谈中国。双方扬言致力于在东海、南海等问题上共同应对来自中国的挑战，还谈及香港、新疆、台海，鼓吹双方就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达成一致。1月7号，美日外长防长2+2线上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将台海、
新疆、香港、东海、南海等几乎所有说过的话重新说了一遍，大肆渲染所谓中国威胁，扬言双方将会合作遏制破坏区域稳定的行动，并在必要时作出回应。此次拜登与岸田文雄周五深夜的视频会晤后，中国驻日本使馆发言人就日美领导人视频会晤涉华消极动向表明严正立场。发言人说，日美领导人视频会晤恶意操弄涉华议题，对中国无端攻击抹黑，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我们对此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提出严正交涉。日美同盟作为冷战产物，不应针对第三方或损害第三方利益，更不应处处拿中国说事。发言人强调，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涉海问题上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固有领土，无论日美说什么、做什么，都改变不了钓鱼岛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任何人不要低估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坚强决心、坚定意志和强大能力。日美等国打着民主人权的幌子，对中国内政问题进行政治操弄，出于地缘政治私利，在涉海问题上挑拨矛盾争议，这种做法不得人心，注定失败。白宫针对此次会晤发表的声明称，两国领导人明确了对美日同盟关系的承诺，美日将在应对新冠疫情、网络安全、核不扩散、朝鲜半岛和乌克兰局势、经贸等领域加强合作，共同应对地区和全球性挑战。实际上，凸显美日同盟在印太地区的重要性是此次会晤要对外彰显的内容。而双方视频会晤的时间是东京时间周五晚上10点，可见岸田是在迁就拜登的时间，属于加班会晤。深圳卫视关注到，此次岸田与拜登能正式谈上，也是一波多折。日本首相一上任都有访美拜访大哥的传统。去年10月就任首相后，岸田本打算11月就访美，但后来没了下文。据说是因为拜登日程太忙，两人11月在英国出席气候大会时总算见了一面，但并不是正式会谈。双方同意在12月底前举行正式会晤，但由于白宫需要集中精力推进一系列重大法案，说好的会面又告吹。日本国内有评论无不失落地指出，拜登政府在其全球战略中最为看重的仍是盎格鲁撒克逊同盟，日本已经调到了第2梯队。现在岸田终于跟拜登隔屏相见，总算完成了首次正式会晤。会晤后，拜登也高调发布推文，声称很荣幸与岸田首相会面，进一步加强美日同盟。双方都吹嘘呢，加强了日美两国的同盟关系，加强了呢对国际事务、地区事务这样的共同的认知。但实际上呢，大多数还是那些老生常谈的一些内容。但是呢，这次也的确呢有了一些新意。根据白宫声明，美日领导人还强调美日澳印4方安全对话机制对于推进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重要性，将确保该机制在应对新冠疫情、气候变化、清洁能源和基础设施方面取得实际成果。美国政府一位高级官员还透露，拜登接受了岸田文雄的邀请，计划于今年春季下旬访问日本，并出席4方安全对话机制领导人会议。观察指，以美国牵头的4国以意识形态划界，打造一个将中国排除在外的供应链体系的意图非常明显。美日在4边机制上，肯定呢要进一步加强军事的合作。军事的合作呢，过去呢主要在南海地区，未来呢会不会把军事合作进一步比较深度的扩展到东海地区？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方向。那南海地区的军事合作呢，还会进一步加强。另外呢，也还会在印度洋地区、石油通道地区、重要的世界商品通道的地区，在印太这个范围内来加强合作，以便呢在关键的时间节点。关键的战略时刻控制这些海洋通道。备受瞩目的美俄最高级别外交官会谈周五在瑞士日内瓦进行1个半小时后便宣告结束，比计划中的2个小时短了半个小时。双方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的表态都较为温和，并称愿意就乌克兰局势再次对话。不过在军事上，美西方与俄罗斯依然保持剑拔弩张，互不相让。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示，会面的目标是要确定俄罗斯是否准备好以外交途径来缓和乌克兰局势，以及解决美俄之间的分歧。他形容会面是坦诚和实质性的，不过他再次强调，任何越过乌克兰边界的行为将视为入侵，美国和盟友将会迅速、严厉和一致的回应。This was not negotiation, but a candid exchange of concerns and ideas. I made clear to Minister Lavrov that there are certain issues and fundamental principles that the United States and our partners and allies are committed to defend. That includes those that would impede the sovereign right of the Ukrainian people to write their own future. There is no trade space there. None. 此外，布林肯向媒体透露，包括拉夫罗夫在内多名俄罗斯官员已经表示无意入侵乌克兰，但他强调，只有将军队撤离，才能真正取信于世界。布林肯还表态指，如果拜登和普京通过面对面会谈能够在乌克兰局势上取得进展，那么美方就愿意进行会面。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在会谈后的记者会上表示，在与布林肯会面期间，美国要求俄罗斯缓和乌克兰局势，并表示美方已经准备好协助乌克兰实施明斯克协议。他重申，俄罗斯从未威胁过乌克兰人民，俄方关注的是西方国家运送到乌克兰的武器、军事专家等。俄罗斯希望当地局势可以降温。他表示，俄美以后还会进行对话。устами своих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ей не угрожала украинскому народу. Наши озабоченности по поводу не вымышленных угроз, а по поводу 拉夫罗夫指出，布林肯已经同意在下周就俄罗斯要求的安全保证提交书面答复，届时便得知双方是否在正确轨道上前进。双方呢，其实谈的是乌克兰，根本是这个北约东扩和俄罗斯的集体安全防御。这个归根结底呢，是要对方的这个更清楚的表态。那么现在呢，就属于这个打前站的阶段因为现在刚刚开始进行实质性的一些谈判，之前呢都是打嘴炮。那么这个阶段呢，其实双方还是试探对方的这个底线和这个双方的这个可以回旋余地的地方。但美方军事动作并未放缓。五角大楼发言人科比周五宣布，美军已派出杜鲁门航母战斗群前往地中海参加联合军事演习。演习下周一开始，将持续至2月4号，以展示北约航母一体化高端海上打击能力，对北约军事同盟体系提供支持与威慑。科比称将有多个盟国参演，但他并未披露具体参与国。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担心的美西方国家对乌克兰的军事援助似乎有增无减。乌克兰国家通讯社当地时间周六就报道称，来自美国的一批军事援助物资当天抵达了乌克兰首都基辅鲍里斯波尔机场。美国驻乌克兰大使馆发布消息称，援助物资中包括弹药等超过90吨的武器装备。报道称，去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了总价值超过6.5亿美元的军事与安全援助。自2014年以来，美国对乌军事援助金额已超过27亿美元。另据法新社周四消息，美国国务院官员表示，美国已经批准波罗的海3国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向乌克兰运送美制武器的请求。根据出口管制规定，各国在将从美国获得的任何武器运送给第三方之前，必须获得美国国务院批准。一位消息人士表示，第三方转让协议将允许爱沙尼亚向乌克兰运送标枪反坦克导弹，立陶宛则将获准转运毒刺导弹。现在呢，这个美国我们知道陷入这个国内的一些困境哈，而且美国这些年呢，这个也改变了习惯，或者说他的国力已经不支持这个东西了。那么它变成什么呢？变成一个代理人战争的模式，就是说他出钱做一些交易，然后让其他国家充当炮灰。那么现在乌克兰也好，波罗的海3国也好，他们就是慢慢的挺进这个前线，然后呢试探这个俄罗斯的底线。美国呢自己他不出兵他不会公开的打仗，这个并没有很多损伤的只是这个乌克兰和这些充当代理人的这些国家。当然，应对美西方的军事威慑，俄罗斯也不甘示弱。俄罗斯国防部周五就发布声明称，俄海军舰队今年1月到2月间将举行系列军事演习，以应对来自海洋方向的军事威胁。演习将在俄罗斯直接邻近的海域进行，还将在地中海、北海、鄂霍次克海、大西洋东北方向和太平洋举行演习。声明表示，预计将有约1万名军人、140余艘作战舰和补给舰、60余架飞机、1000余件武器装备参加演习。
外界注意到，俄方最近多次展示军事肌肉，在宣布举行系列海军军演前不久，俄白刚刚宣布定于2月举行代号为“盟友决心”的联合军演。路透社称，这是乌克兰问题谈判陷入僵局之际，俄罗斯有意向西方展示军事实力。前黑海舰队上将弗拉基米尔·科莫耶多夫指出，乌克兰紧张局势迫使俄必须时刻保持警惕。考虑到俄乌眼下的关系、复杂的外交环境、北约东扩计划以及俄罗斯面临的威胁，我们必须保持火药干燥。此外，一份来自乌克兰国防部的最新情报评估显示，目前共有36套伊斯坎德尔 M 导弹发射系统被部署在俄乌边境，将乌克兰首都基辅和许多关键军事目标纳入其打击范围内。乌克兰国防部称，俄军的部署已经接近完成。伊斯坎德尔 M 是俄罗斯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研发的导弹系统，于2005年开始装备部队，是俄罗斯最为先进的战术导弹系统，可以携带常规弹头或核弹头。该导弹系统可发射9M723型短程弹道导弹。俄罗斯官方曾介绍该导弹射程约500千米，但外界普遍相信该型导弹可以通过简单改装轻易增加射程。欢迎回来。继斯洛文尼亚总理扬沙发表涉台不当言论后，该国总统帕霍尔周四出来救场，强调支持一个中国原则。目前，扬沙的不当言论已激起斯洛文尼亚国内政商界及媒体的批评声浪。而在另一个不断对华挑衅的国家立陶宛，自从被总统瑙塞达敦促拿出缓和对华关系的方案后，该国外长兰茨贝尔吉斯周三给出答复，但内容却丝毫没有诚意，还倒打一耙称真正的降温取决于中国。这番嘴硬背后究竟是谁在支持？来看报道。据斯洛文尼亚通讯社当地时间周四报道，该国总统博鲁特·帕霍尔在回应总理扬沙的涉台不当言论时称，斯洛文尼亚自与中方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始终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在斯洛文尼亚，总统为国家武装力量最高统帅，现任总统帕霍尔2012年12月当选总统，并于2017年12月连任。他曾担任斯洛文尼亚国民议会议长，并于2008年至2011年任总理一职。而现任总理扬沙曾在2004年至2008年和2012年至2013年担任总理，并于2020年3月再次出任总理。本周二，印媒发布了对扬沙的一段专访视频，期间，该印媒主持人不断煽风点火，主动提及南海、台湾问题，并追问扬沙是否支持禁止进口新疆产品等。而扬沙在该采访中则不仅大谈台湾与本国的友好关系，还扬言斯洛文尼亚正与台湾洽谈互设代表处事宜。对此，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周三的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斯洛文尼亚领导人公然发表挑战一个中国原则、支持台独的威胁言论，中方对此深感震惊，强烈反对。一个中国原则是公认的国际关系准则和国际社会普遍共识，也是中斯、中欧关系的政治基础。中国必须统一，也必然统一。台湾方面也抓住机会刷存在感，就在扬沙表态后的第二天，前台北市政府副发言人陈冠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斯洛文尼亚首都卢布尔雅纳与台北开设互惠代表处这一提议并非突如其来。他细数了总理扬沙与台当局所谓积极接触的所谓良好历史，并强调两方在经济上的互补性，包括斯国作为世界上机器人产业的领先者之一，凭借台湾在半导体方面的实力，双方定将成为出色的合作伙伴。据悉，该文还被扬沙转发并点赞。对此，有网友嘲讽称，以本岛芯片实力解友国之欢心，台当局以心谋独的算盘打得真响。外界注意到，扬沙此番不当言论率先激起了斯洛文尼亚国内商界与政界巨大的批评声浪。其中，斯洛文尼亚中国商务委员会强调了稳定斯中两国政治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两国间经济关系应当保持非政治化。斯洛文尼亚议会最大的两个反对党则发表声明批评扬沙，担忧其不当言论将严重损害本国政治经济利益。目前，斯国部分党派已要求召开特别会议研究该问题。另有斯国民议会外交政策委员会成员内梅克强调，这是斯洛文尼亚总理的个人立场，不能代表整个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因为我去过斯洛文尼亚多次，觉得斯洛文尼亚的国情和立陶宛还是不一样的。
就是斯洛文尼亚和中国合作的基础还是比较好的，包括总统，包括一些职业的官僚，比如说国务秘书这些。雅奈兹扬沙是一个很特例的一个政客，就是说他是一个极右翼的，所以容易说一些惊人之语来博取眼球，这是他的一个特点。所以扬沙可能代表了一小撮人的利益，但总体来说呢，斯洛文尼亚这个对华合作的面还是比较好的。另一方面，立陶宛当局的表态依然不明朗。1月4号，该国总统瑙塞达承认允许以台湾名义开设代表处是错误行为，并表示立中现阶段关系交恶明显给企业带来巨大损失。2天后，他敦促该国外长茨兰贝尔吉斯制定一份计划，缓解对华紧张关系。据立陶宛国家广播电台周四报道，兰茨贝尔吉斯已于周3向总统提交了该计划，但外界注意到这份降温计划的内容极为荒唐，不仅没有显示任何缓和关系的诚意，反而称打算就中国相关制裁行为违反贸易协定向世界贸易组织提起上诉。兰茨贝尔吉斯表示，立陶宛正在收集证据并提交给欧洲当局，并强调欧盟正在密切关注局势，不会坐视不管。关于台湾代表处一事，他表示，立陶宛政府不会在这一问题上让步，还倒打一耙称，真正的降温主要取决于中国。分析指出，立陶宛外长的嘴硬是基于他认为能拉拢欧盟和美国来给自己撑腰，但一名立陶宛官员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欧盟的支持三心二意。立陶宛前防长、欧洲议会成员奥莱卡斯近日指出，德国等欧盟主要成员国对立方外交政策的不稳定性有着十分负面的看法。实际上，不只是欧盟，美国对立陶宛的所谓支持也难以为继。英国《金融时报》周五发文援引知情人士称，美国外交官员近日向立陶宛当局提出建议，更改所谓台湾代表处的名字，以缓解立中之间当前的紧张关系。但白宫和立陶宛外交部均对这一消息予以否认，坚称没有讨论过改名。立陶宛外交部当天回应称，《金融时报》的报道是虚假宣传，意图破坏立美同盟关系。报道指出，这场外交争端显然已经让华盛顿方面头疼不已。美国想要扩大台湾当局的所谓国际影响力，但同时又不希望给中方留下指责美国违反一个中国原则的机会。美国为什么突然出现这种所谓的示软或者是示弱的情况，我觉得还是值得观察。它也可能表明了美国内部的党派的斗争的一个结果。但总体大方向来说，美国支持立陶宛对抗中国的基本的立场是没有变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它要衡量它的投入和产出是不是成比例。如果大量的巨量的投入并没有达到效果，反而使这个立陶宛成为一个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焦点，那么美国就要重新衡量这个问题。立陶宛当局的对华政策目前正面临国内的巨大压力与质疑。金融时报称，立外交部上月的民意调查显示，只有13%的立陶宛民众支持政府的对华政策。在周3由立总统、外长以及反对派等各方参加的总统府会议上，立陶宛商界领袖表示，他们已经成为了一项不受欢迎政策的牺牲品，而拒绝在该问题上做出让步，表明执政者并不重视国家的经济利益。